你好，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，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記錄影片。提到大阪，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都是心齋橋、道頓窟、環球影城，或是每天熱鬧的商圈。而大阪對我來說，比較像是從關西機場前往京都會路過的一個大城市。對於不太喜歡逛街購物的我來說，很少為了它停留。2025年秋天，我試着探索京都以外的秋日美景，卻意外發現，其實大阪藏着不少優質的紅葉景點。有的是滿山遍野的楓紅步道，有的是市中心安靜的日式庭園，也有世界遺產旁令人驚豔的秋景。現在就跟着我的腳步，一起前往這些楓紅景點，重新認識大阪吧。我非常喜歡參觀極具特色的寺院，而大阪近郊的勝尾寺，就是我認為大阪最具有個性的寺院。遠看刺豔的山腰，會以為是楓葉渲染的風景，但是走近一看，成千上萬尊紅色達摩像，才是構成這片紅色的靈魂。從大阪市區坐電車到姬面軒野站，走到8號公車站台換巴士約20分鐘就會到勝尾寺。本來以為秋季爆滿的人潮會搭不上第一班公車，結果馬上就來了第2班公車。我在奈良的檀山神社也遇過這種情形，在秋季賞楓旺季的時候，需要公車才能抵達的景點會加開班次，遊客根本不需要擔心交通的問題。這點我覺得非常好，會根據實際狀況靈活調整班次，大大提升了觀光的體驗。勝尾寺創建於奈良時代，有1300多年的歷史，原名是彌勒寺。平安時代因為祈願天皇病氣痊癒，或賜聖王寺，但是後來為了避免有勝過君王的誤會，才改成勝尾寺，有戰勝自己、克服困難的意涵。為什麼我說勝尾寺是大阪最有個性的寺院呢？境內遍布各種尺寸的達摩不倒翁，每個達摩都承載一個心願。相較於其他寺院的寧靜，勝尾寺更像是一座充滿願望的寺院。爬上台階，走到遺願不動堂。雖然不是境內制高點，卻有個非常好的視角，抬頭就能近距離看到被紅葉包圍的多寶塔，一旁還有壯觀的達摩奉納棚架。走到高處的本堂，裡面供奉11面千手觀音，這裡除了能感受神明庇護的能量，一定要試試只有在勝尾寺才有的64卦達摩占卜。其實就是選一個達摩娃娃，底下的籤詩來自易經的64卦，雖然沒有吉凶的預測，卻是針對當下最適當的指引。很多人抽完籤會留下達摩娃娃，所以這一區也是達摩最密集的區域。多寶塔到二階堂這段路是紅葉最密集的區域，陽光穿過樹梢，增添紅黃綠的鮮明層次。
向下走的小路上會看到信眾的創意，達摩會出現在很多意想不到的位置，甚至會匯聚成不同的圖案。我在上午參觀勝尾寺，聽說那天下午室內就出現了達摩聚集的台灣，可見這裡也很受台灣遊客的歡迎。紅葉季節裡，多彩的楓葉與紅色的達摩交錯，變成大阪極具辨識度的秋日風景，也讓流傳千年的歷史與信仰，在心靈的寄托之中，變成溫暖的色彩。勝尾寺附近還有一個紅葉聖地箕面公園，不過這兩個地點之間並沒有公車連接，我就在勝尾寺門口直接坐計程車，1400元的車資約10分鐘就到了。司機大哥把我放在瀑布入口附近，從這裡一路下坡就會到箕面瀑布。沿途可以看到被紅葉染色的山頭，11月20左右還處於紅黃交錯的階段，像是沉睡的山坡披上一件繽紛的外衣。到了山谷底端，順着溪谷走一下，就到了箕面瀑布。箕面瀑布高33公尺，被評為日本百大瀑布。這裡的紅葉不算多，卻是動感與蕭瑟的反差張力。落水量並不算大，卻有股洗滌人心的力量。如果要說這條瀑布有什麼神奇的魔力，那就是讓我在這裡巧遇了老朋友。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我們在台灣反而很少碰面，卻在大阪郊區的深山裡偶遇，算是比美景更大的驚喜了。瀑布切割山谷匯聚成箕面川，沿着溪谷修築了一條將近3公里的步道。雖然沿途的楓紅吸引不少觀光客，但這條森林步道其實是大阪人常來的散步道，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步道沿途還有自然景觀、古蹟、小吃和昆蟲館。能分心的東西太多，走起來完全沒有累的感覺。順着溪流的水聲，穿過擋道的唐人立岩，山裡的空氣非常乾淨。用移動的視角欣賞紅葉，五感在這裡都獲得極致的暢快。山本咖啡館這一帶有幾間沿着溪谷而立的建築，有點像是吉卜力動畫世界中藏在深山裡的世外桃源。龍山寺這一區有些現代的藝術品，沉穩的氣氛中帶點衝突的品味。沿着溪谷的餐廳沒有營業，如果能在秋葉包圍中用餐，一定是段很幸福的回憶。
梅屋夫像是古時候的驛站，讓來往的旅人可以進來休息一下。有間非常復古的客棧，其實基面公園這裡也有溫泉，光看外觀就好想在這裡住一晚。有間和洋融合的咖啡館，官方說明這條步道單程大約40分鐘，我卻花了超過2個小時才走完。不過像我這樣走走停停，盡情的被美景誘惑，沒有時間約束的散步，還是這條散步道最棒的體驗方式。位在大阪北側的巷弄裡，有一間外形簡約時髦的美術館，但是時尚其實裡面藏有一片清幽的紅葉美景，和不遠處喧鬧的大阪城形成強烈的反差。藤田美術館由明治時代的商人藤田傳三郎和兒子共同創立，收藏不少茶道相關的藝術品。藤田美術館原本設在一座倉庫裡，躲過了1945年的空襲，而讓藏品都保存了下來。現在看到的簡約外觀展館，是2022年才重新開放的新館。室內的展覽空間很舒服，古董的藏品搭配現代的影音，像是為歷史注入了新生命。走到最後一個展間，光線突然變得刺眼，大面玻璃模糊了室內室外的界限，把多寶塔也當作展品的一部分。走到室外，本來單一元素的多寶塔，延伸成豐富層次的立體庭園。本來以為只有多寶塔周圍點綴了一點紅葉，沒想到越往深處走，紅葉範圍越來越大。從美術館的外觀看，絕對想不到裡面有一整片的高品質紅葉。更棒的是，這裡幾乎沒有遊客。在市中心獨享這片景色，真的太奢侈了。開闊的庭園中，偶有高樓充當背景，提醒我現在還處在市中心的位置。水池、紅葉、現代大樓。貌似衝突的元素，卻組成了大阪秋日裡最平靜的風景。由於展品多與茶道有關，入口附近不但有傳統的茶室，也有能坐下來喝茶的空間。在大阪，如果沒有時間前往郊區，但又很想感受日本的秋意，那藤田美術館一定是最好的選擇。在市中心的位置，還有高品質的紅葉庭園。最重要的是，這裡比很多紅葉名所都安靜，能在幽靜的氣氛中感受秋日的寧靜。
2025年，很多人為了世界博覽會而前往大阪旅遊。其實早在1970年，大阪就舉辦過一次萬國博覽會了。而當時舉辦活動的地點，現在變成集合博物館、體育場和庭園的大型公園。乘坐單軌電車看到巨型雕塑太陽之塔後，就會到萬博紀念公園。整座公園佔地260公頃，當時展示的前衛科技，現在都化為自然與藝術的模樣。由於範圍太大，很難帶着方向感在裡面散步。不過境內的紅葉品質很好，即使到處亂走，也多有美景相伴。探險運動中心是一座木構的高台，其實才爬幾段台階而已，根本算不上是運動。不過高處走道穿過茂盛的紅葉林，像是一伸手就能抓住大阪的秋天。紅葉川廣場有條人造的小溪，周圍長滿已經變色的紅葉，斜陽照射下，楓紅像是點上火種，燃燒整片森林。日式庭園是為了當時的萬國博覽會而建的庭園，目的是要向外國展示日本園林的巔峰藝術。走進中央休息所的入口，會先看到圍繞新字池打造的庭園。這個視角很開闊，造景並不是精緻複雜的構圖，而是帶點寫意的留白，紅葉點綴其中，增添動感的層次。還可以在這裡吃個點心。這座日式庭園佔地26公頃，佔整座萬博紀念公園1/10的面積，以日本歷史為主題，共劃分成4個區域。走進眼前的近世庭園，這裡承襲了江戶時代的大名庭園風格。也就是在圍繞水池的步入式庭園中散步，欣賞不斷變化的景色。中式庭園的靈感來自河流和大海，加上白沙和木橋，構圖雖然簡單，迎着水流聲走過小徑，卻是非常放鬆的一段路。有間仿照禪寺而建的茶室，前方還有片枯山水庭園，迎合侘寂的美學思想。整座萬博紀念公園真的很大，關門的時候，我大概還有1/3的範圍沒有參觀到。旁邊有一座高123公尺的摩天輪，可以從高空的視角欣賞大阪的夜景。連着車站還有間大型購物商場拉拉鋪，裡面也有很多餐廳，適合把萬博紀念公園和這裡串成一整段完整的行程。
萬博紀念公園的楓紅感受很特別，公園的範圍屬於自由的奔放。走進日式庭園中，卻變成侘寂的缺陷之美。多變的風格增添大阪秋日的精彩。大阪的鄰居京都和奈良都是充滿歷史遺產的古都。那大阪有沒有代表性的歷史建築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大阪在2019年登錄了一個世界遺產，只是這個地方並不能進去參觀，以至於從觀光的角度來說，知名度並不高。這裡就是大仙陵古墳。在做功課的時候，我意外發現，旁邊有個被列入世界遺產一部分的公園，不但能從高處欣賞古墳，秋葉也非常漂亮。這裡就是大仙公園。坐 JR 到百蛇鳥站，再走路約10分鐘就會到大仙公園。大仙公園的範圍也很大，裡面有博物館、圖書館、咖啡廳和商店，是市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。位在公園西側有一座設有人工山丘和池塘的漫步式庭園，是為了紀念堺市建市100週年而建的日式庭園。一走進庭園，我就被這裡修剪精緻的植栽吸引了，加上漸青的紅葉，一下就拉高了楓紅景點的欣賞標準。穿過紅葉，走上映波橋，平靜的水面映照茶室，加上無雲的藍天，美得讓我完全不想繼續前進。楓葉不但紅得剛好，搭配藍色的天空和綠頂的建築，整個畫面讓我拍攝的手根本停不下來。沿着石津溪往深處走，在周恩橋的地方回頭看，又變成另一幅層次豐富的美景。沿着溪流走回象徵海洋的池塘，庭園的設計理念展現了堺市自古以來的海洋貿易地位。右手邊樹木屋風格的茶室代表堺市，隔着海洋面對其他貿易夥伴。繞着水池走一圈，穿過山丘、瀑布和中國風涼亭，我就像是當場化身為沒有見過世面的劉姥姥，每一個角度都忍不住發出驚嘆聲。
雖然旁邊的大仙嶺古墳沒有開放入內參觀，但是大仙公園從2025年開始提供了一種新的參觀體驗，就是乘坐熱氣球飄到約100公尺的高度，從空中欣賞這座世界遺產。前方後圓的仁德天皇陵古墳，外形像一個巨大的鑰匙孔，這是在地面完全看不到的視角。這座陵墓建於5世紀，是日本第16代天皇仁德天皇的長眠之地，在空中更能感受這裡的廣闊。除了古墳，腳下的紅葉，一旁的大阪灣海景，甚至遠方的大阪市區都看得很清楚，絕對是大阪之旅中最特別的體驗。如果只有一天能安排大阪賞楓，不局限市區範圍的條件下，我會首推大仙公園。不但楓紅水準非常高，還能飛到空中欣賞世界遺產，根據體驗豐富性和深度，是別的賞楓景點沒有的體驗。第一次到大阪旅遊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會錯過日本3大名城之一的大阪城。其實大阪城周圍也常有不少紅葉的景色。整座大阪城公園範圍很大，周圍有4、5個地鐵站或 JR 站都可以抵達。我選擇從深之宮站出發，這裡一出站就會先到噴水廣場。沿着東外庫散步，爬上10元的樹藤，裝點了秋色，讓高大威武的天守多了點婉約的色彩。極樂橋正對着天守的背面，橋樑在這裡好像變身成鋒利的矛，正朝10元畫作的盾發起攻擊。走到天守的背面，由於10元造成的高度落差，這個角度反而更顯得天守的雄偉。大阪城最早由豐臣秀吉於1583年興建，不只是大阪的象徵，更見證了日本戰國邁向統一的重要歷史。巨大的10元，遼闊的城郭，以及雄偉的規模，讓它與熊本城和名古屋城並列為日本3大名城。廣場角落還有一個日式庭園，透過水池映射的天守，多了一點秀氣與溫柔。離開大阪城往北邊走，會經過讀賣電視台，這裡是名偵探柯南動漫迷的朝聖地。門口除了有少年偵探團的雕像，還能進到1樓大廳裡尋找毛利小五郎和黑衣人的身影。遠離大阪城的路上，不時地回頭看大阪城天守，因為周圍的景觀變化而有不同感受。站在片町橋看向大阪城，一旁有棟摩登高大的玻璃帷幕建築，像是現代和古典的對比，
也是大阪這座城市最貼切的寫照。同一座天守，換個角度就變成完全不同的風景。保持點距離，雖然少了雄偉，卻多了一分秋天才有的寧靜。很多人的大阪旅遊都是購物、美食或是環球影城，但如果把腳步放慢一點，或是穿插一些賞楓的行程，會發現大阪其實也是一座很適合散步的城市。從滿山達摩的勝尾寺，到溪谷中的姬面公園，從市中心的靜謐庭園，到千年古墳旁令人驚豔的楓紅，原來大阪不只有熱鬧的一面，也可以逛得很安靜。如果今年你也打算前往關西，尋找令人驚嘆的紅葉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或是下載最新的京都賞楓指南電子書，讓我們一起沉醉在日本最美的季節裡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